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在这个那么温暖的午后，今天其实都有点炎热了哈，你们从四面八方赶过来，非常感谢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不好意思，我都有点激动了，主要是特别热。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相聚于此，也感谢各位愿意在思想、文字和这个为真实的人生体验来预留了这一段珍贵的时间。今天的活动对每一位我们大众来说，它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分享，它也是一种相遇，是我们与文字相遇，与记忆相遇，也是一个与真实而坚韧的生命故事来相遇。那在这个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给每一位来宾一点掌声。非常感谢你们坐在这里，谢谢。那这次活动呢，我们分大概是6个步骤，我会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举行这个活动，然后接下来有我们今天的活动嘉宾苏老师。本来我其实是想等到苏老师演讲的环节再重磅的推出苏老师。那现在让大家也请大家给苏小康老师一个掌声，非常感谢，谢谢。然后还有我们第二位嘉宾苏小康的爱人福利阿姨，她站不起来，请大家多多体谅啊。福利阿姨，今天来的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嘉宾，但是我就还有一个神秘嘉宾，现在先不提名字了啊。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下面的活动。然后为什么会举行这个活动？就是说到这个活动缘起，我也是不是前几天了，应该大概半个年前，然后观看了那个柴静的节目频道，然后他是访谈的这个苏小康老师，然后其实坦白讲，我是先知道和商，然后才后知道这个和商的作者。那看完这个柴静的访谈以后，我也是感触特别深。然后机缘巧合之下，跟苏老师见面以后，就是进行了沟通，然后就被苏老师的这个人生故事打动，所以我就一直想，当时我是和2位朋友一起去苏老师家拜访，我们从上午10点一直坐到下午4点，真的是几个人没有上卫生间，没有喝一口水，就是听得如痴如醉。那当时我就有这个感受，我说苏老师这个人生故事，他能打动我，他肯定也能打动很多人。那我不想就是这个，就像古话说的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是啊？对。然后我就想把这个苏老师请到一个公共的空间，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包括给我们的孩子，也来一场这样的演讲。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我知道都是人到中年移居到这里，我们的祖辈，包括孩子的祖辈，可能都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其实很多孩子他是没有体验过像我们小时候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我们讲故事的这个体验。那今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能请到苏老师和福利阿姨来到现场给我们演讲他们的人生故事。那今天这个活动，然后听爷爷讲他过去的故事，看起来这个标题比较温和哈，但是它却指向了一个并不简单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到个人的记忆，它是如何进入一个公共表达，私人的经验，它又如何构成了一个我们理解历史的一部分。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提到苏老师的名字，可能觉得会有那么一点陌生。这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是被洗涤的，或者说我们的记忆是被主流的叙事切割的，是不完整的。然后有一部分人他影响了我们的历史，甚至深度参与了，但是他是被抛出这个主流叙事之外的。那今天所以说这些经历它显得零散、主观，甚至被忽略，但是恰恰是这些它没有被系统记录的经验，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也最具体的纹理。对许多经历过重大历史转折的人来说，记忆它不仅是一场回顾，它也是一种责任，它关乎了如何被讲述以及是否被倾听。所以我昨天还在想，如果说历史它是一个巨大的文本，那不可能我们只去翻开它去阅读，包括我们去参与它去讲述，然后去聆听，这些都是关系到这个记忆是否能够在公共空间中被保存下来。
那现在我就其他的先不多说，然后我就先不好意思，先通过那个播放一段那个柴静的视频采访，让大家去更好的走进这个和商这部作品，包括苏老师其人。今天节目中我要访谈的是和商的总撰稿人苏小康，来增加对那段事实的了解和对历史的认识。和商这个片子究竟是不是赵子阳授意做的？完全没有关系，我别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有2个要求：你这个片子不能得罪二老。是指老干部和老百姓吗？对，就是不能得罪老干部和老百姓。1987年6月13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2支黄漂队都在拉加夏下辖翻船遇难。这就是和商的开头。他认为，这种不知道该用悲壮还是悲哀来评价的民族主义背后，是高度紧张的防御心态，是一个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候反映出来的对自己根源的狂热。和商就是要分析这个根源。他用黄河来指代早熟的农耕文明，说农业的命脉在水，主宰水源的龙就成了最受敬畏的偶像。皇权以龙为象征，亚细亚的耕作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把中国人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了他们的流动、迁徙和贸易。而长城把熟透的农耕文明紧紧地包裹起来，象征着封闭、保守和无能的防御精神。这个片子把千年黄河中的泛滥治理当成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大动乱的象征，用片名挑明了他的结论。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纪录片就先放到这儿。首先说声抱歉哈，刚刚看到的这个和商的纪录片，由于这个80年代的摄影摄像技术的这个不完备，然后再一个加上版权的问题，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片段呢，也是在 YouTube 上下载的，它的这个应该是柴静上传的一段，是找不到原版，所以画质比较渣。然后非常抱歉，为什么给大家看这2段呢？其实这个因为这个6集的电视纪录片里面提到了一共有6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标志的意象，那其中序曲里面就提到了黄河还有龙。然后因为我们是不是从小都听到我们老人跟我们讲，每个我们都是华夏子孙，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那我觉得这个苏老师在文中就特别大胆了一下，他通过就是这个破解这个龙的组成，它的构成，告诉我们龙它只是一个神话，世界上其实是没有，就是说没有把人变成神的这个，尤其是把皇帝变成龙。然后那接下来我就想继续下面的那个进程。大家知道今天是1月31号，然后距离我们的春节好像还有17天，距离这个中国的传统的小年腊月24还有10天，是不是大家就可能在座的有的是出来的比较久的，就比较淡化了春节的概念。但是可能对新移民，尤其是孩子们来说，一说到春节，一说到这个 Spring Festival， 还是内心里就会有一种，就是怎么讲，油然而生一种过年的感觉。那说到过年呢，我就是想那个，就是说伴随春节最紧密的2个字，就是说回家。然后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想问问在座的最长时间没有回家的，就是大家基本上是不是基本上有的是1年2年回一次家？那在我们在座的今天有2位老人，将近有37年没有，可以说中间有一个短暂的探亲，但那不算回归，因为是特殊原因，家人去世。也就是这2位老人他已经37年没有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这个故土了。那我不知道这个37年，他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相当于1989年，如果有89年出生的，他就现在站在这儿，一个将近中年人的一个大人了，就是这样的。37年呢，他可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然后成长为成熟稳重的中年人，他也可以让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人。当年那个苏老师写和商的时候才40岁出头。那30多年过去，他已经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那今天呢，就是因为这部文艺作品，然后他当年，然后也不幸被被动的卷入了一个高层的斗争，然后被迫流亡海外。那今天呢，他就将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我们分享那段历史背后
真实而具体的这个生活与选择。那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苏老师来带给我们他的演讲。我先，我呢是很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这个谁，艳华啊，罗艳华。然后呢，他跟我就谈，他是河南人，知道吧？我和我太太都是从河南出来的。我到美国，刚才艳华说了，我跟我太太到美国已经37年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比在座很多人都要长。那么我们为什么来美国的89年啊？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89那场雪草。但是更加深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部片子啊，和尚。关于和尚呢，它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今天呢也没时间讲它了，是吧？将来有机会还可以再讲。但是我今天的题目呢，是另外一个题目，叫做和尚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就是我的太太福利。这次艳华跟我讨论开这个，原来我说是要开这个，我的这本新书的新书发布会啊，后来我想了几天，我觉得呢，不如来说另外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在这个和尚的制作过程中，以及他后来给我造成的那个非常剧烈的这个影响当中呢，我太太是一个什么角色？我到美国以后啊，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和尚啊。我第一年来美国的时候，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嘛，做访问学者，结果呢，我收到无数的当时在美国的那个各种大学，不管是私立大学还好是这个州立大学啊的学生会，那个时候大学都有学生会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啊。而且呢，是经过就是64以后的学生会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你说一个政治化，说的很政治化也好，你说他非常的这个，他不爱国啊。现在学生会好像都很爱国啊，那个时候中国学生会不是这样的。结果他们都来邀请我，跑了无数的大学去讲和尚啊。这个结果发现呢，我讲了差不多30年和尚，我唯独没有讲我的太太。其实呢，我今天就想来讲，实际上在这个历史当中呢，复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我今天就想讲讲。那么，书归正传嘛，啊，也就是说，听爷爷讲了过去的故事，爷爷要讲的是奶奶，这个从哪儿讲起呢？这么说吧，就是和尚是1988年的5月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啊。我从一个小故事讲起啊，这我写都没有写过，我最近才从日记啊什么的才找出来的。就88年5月份要放和尚的那个晚上呢，傅立啊当时是北京第4医院的一个内科医生啊，他那天正好值夜班，
这个内科医生啊，都是隔一段要值一次夜班，夜班就是要在医院里待一夜啊。结果呢，他到医院去以后，晚上啊，一群护士都跟他说傅大夫啊，今天中央电视台预报有一个重要节目哎。傅立就说，行，你们都去看啊，我来看病人，我来管病人，你们不用管了。所以他就没有看和尚，你知道吗？那天他至今认真看过没有，我也不知道。这是他后来，他是前不久才跟我讲的故事，他根本就没有讲过以前。为什么呢？说是这个看完了以后，快早上了，这一群护士跟他说傅大夫啊，你们恐怕要倒霉了。那个时候巴蜀学潮还一点影子没有呢，你知道吧？是88年来，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们看问题，尤其看政治的问题，比我们这些文人看得要深，而且要准啊。傅立也没有跟我讲啊，也就是说，那群护士看了和尚，当时看了和尚以后，他们跟傅立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你们要倒霉了。傅立说为什么？因为他还没看嘛。他说你老公拍了这么一个东西啊，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他的，你知道吧？那时候啊，然后这个护士们，小护士们给傅立说了这个话，他当时没有反应，但是他记在心里。结果第二年，1989年4月份胡耀邦死啊，学潮起来。我当时啊是躲在就是中央电视台夏俊跟我合作拍和尚的续集叫《五四》啊。我因为了排除这个各种干扰呢，夏俊我们两个在炮兵大院的招待所里头搞了个剧组，我们俩就躲在那里干奔。为什么跑那里？因为普通人进不去，没有人找到我。这个结果那个我现在还记得啊，好像是5月20号，李鹏发布戒严令。李鹏发布戒严令那天晚上啊，我正好在大街上，我跟夏俊俩我们累了，在那个做那个片子，我们跑到大街上，炮兵大院出来就是西长安街、翠微路啊，人山人海，干嘛呢？整个堵军车呢，老百姓。然后北京的老百姓完全没有想到，后来邓小平30万大军杀进北京那个，老百姓完全不知道。那时候呢，已经有军车进来，全部被老百姓堵在那个长安街上。我们就在那儿看老百姓堵军车。然后这是我听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的一个就是那个收音机啊，在播什么呢？在播李鹏讲话。这个讲话在哪讲的？就在炮兵司令部的隔壁，叫总后勤部。那个64镇压以前的一个党政军代表大会，就在那儿开的，就在我隔壁，是这样。当时我不知道在哪儿开的，但是我从那个收音机里听到了李鹏的讲话，就戒严令讲话。我回去就跟夏军说，我说我要走了。我说我意思就是我要躲起来，我知道他们要这样。然后呢，我也知道，就刚才傅立就他在小护士都讲的话，说共产党没有忘记你这个和尚，他们会找你算账的。然后我就找了个第二天天一亮，我就钻进一个地铁里，这个崔微路的地铁，进去坐到崇文门，我下来了。为什么在崇文门下来？他在崇文门等着我。傅立啊，
福利就把我领到一个人家里，让我暂时在那里躲了几天，然后他又就避开那些怕有人跟踪嘛，避开这些以后，他又把我领着我去北京站，坐火车去到他妈妈家。他是郑州人啊，他妈妈当时还活着，他就暂时把我放在他妈妈那里，他一个人跑到广州去给我找下面的出路啊。可是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大家那个时代人不知道，后来有一个香港的黄雀行动啊，就专门救我们这种人。我后来就从黄雀行动救出来的，可当时还不知道有黄雀行动这回事，就多找福利就开始救我了。他去给我到广州去找人，然后他没有找到任何办法，他就自己一个人飞回北京。他从郑州都没有停啊，他怕有人，他有尾巴嘛。然后呢，他悄悄地给我安排了从郑州往南逃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他的熟人，他的朋友们出面，他不再出面，因为共产党在后面盯他。我就是这样在他的我这本书写都有啊，我就是这样在福利派出来的那些朋友们的一站一站的这样接应底下，我到了哪儿呢？我到了海南岛。我在海南岛沙滩上啊躺了整差不多1个月吧。这个当中呢，在离开郑州之前，他的朋友们还把我藏在一个楼的一间没有人住的这个 apartment， 就是居室里头，在那里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藏，因为它是整个房子都是黑布蒙起来的。我进去以后，他跟我讲，那个人跟我讲说，你平时不能有任何声音哦，这个你上厕所，必须要等中午或者就下班以后，居民楼里人都下班了以后，大家都在做饭啊干嘛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上厕所啊，是别人听不见嘛。这个我在那里呢，我不知道待了多久。总之，最后他们有人又把我接出去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发现你都快疯了，所以我不能够把你接出去了。只说我快疯了，后来我自己回忆起这个当中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我在屋里藏的时候，突然我听见狗叫的声音啊，因为那个屋子蒙着，我都不知道外面是白天黑夜啊，你知道？就没事就要不就看电，一打开电不能看电视啊 ，sorry， 没有电视的那时候，听收音机对，可以听听外面的新闻，因为60以后的镇压什么的新闻还是有啊。然后就没有别的事干，结果有一天我就听见外面有狗叫。你知道，一听见狗叫的，你的这个在那恐惧之下，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警察来了，然后就马上冲到那个门前，捏着那个门把呀，整整大概捏了10分钟，我在犹豫，我出不出去，那个手都捏出汗了，因为我当时在想，我一出去我就回不来了，然后我就被暴露在外面了，可那样情况下我可能更糟糕，所以我要不要走？但是我不走，我认为是警察牵着狗上来了，那我在这里就等于被他们抓嘛，是吧？我那足足犹豫了10分钟，最后我还是放下门把退回来，然后让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别着急。结果我
掀开窗帘一看，底下几个小孩在逗一只小狗玩呢。那狗，说那只狗在叫，就人紧张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后来，他的那些朋友们也不知道那个黄天行动，就把我一站一站的送到在海南岛躺了很长时间，沙滩上。最后他们说，咱们去下一站。我说下一站是哪？深圳。我又到了深圳，我在一个这些人呢，可能都已经不是到最后的人，可能都已经跟福利没关系了。我估计啊，这些人呢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你说啊，他们跟我做假的身份证啊，他们就扛着钢印啊，手里有钢印，你想想，就当场在那个房间里给我拍照，然后冲洗出来，然后弄个身份证有钢印呀。那我一看，我当时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专业的。这些人呢，我现在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其中有一个人呢，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掏出他身份证说：“哎，你看，我跟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一看，哟，真的。但我后来一想，他可能是做的，他会做的跟我同年同月的。这个，他说，他安慰我，他说：“你别害怕啊，你跟我走。我是侦察兵出身，我是一个师的侦察参谋，我可以打10几个人，你不担心啊？但是我坐火车啊，从这个从广州到深圳，这个我后来呢接上了这个，我接上了这个，后来接上黄去行救我的人啊，在哪里呢？在虎门，就是林则徐烧鸦片的那个虎门，黄去行是在虎门救我啊，他们用那个高速快艇啊，穿过那个海峡，到香港。我出来以后，因为这个救我的人呢，听人家后来说呢，是叫做老六啊，六哥，我们管他叫。他这个人呢是搞人口偷渡的，人口贩子，人家管他叫啊，就是营救我的最前面的那些人是这些人，也就说是黑社会的。他后来，老六后来接受过各种采访啊，他说，好像人家问他，你们救人，他不只救过我，救了很多人啊。说你们救人的时候没有跟共产党打过吗？他说，只有救苏尔康那一次打。他说，这个怎么回事？他跟那炮艇，跟那个巡逻炮艇、巡逻艇遭遇了，然后那个人家就开枪了，但是呢，那个共产党那个炮艇呢，没有他们那个大飞快，就这样的，我逃过了啊，就弄到香港，然后当然我后来从香港呢就把我送到法国，我在巴黎待了1年以后，我又去了美国，到了美国是吧？可是呢，傅立就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公安局、警察就到4人找他。他跟我讲啊，他这也是这几年才讲出来，他以前没讲过。他说这个他在医院，他在那个看病嘛，跑到车里面来说，傅大夫你过来，说那个
公安局的人要找你。你说好啊，在哪里？说到保卫科来。他一进去以后，一群人把他围住，不离就中间一站。我先要问你们，第一件事，我今天的身份是什么？是受审查吗？哦不是，他们不敢审查他。实际上，我们就想问你，苏尔康哪去了？弗利说，我还想问你们啊，他怎么没有了？那时候通缉令还没有出来啊。我们是这样啊，64以后是大家都知道吧？第一号通缉令是方励之和李淑贤，这第一个通缉令。第二号通缉令是3个工人，就是韩东方2个工人3个工人，我就知道一个韩东方，后面那个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啊。然后再下面一个通缉令是21个学生，对吧？王丹啊、蔡玲啊什么的20个。但是呢，共产党还有一个7个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他没有公开，这些都是上了报的啊，中央电视台都播的。但是这7个知识分子的通缉令，它是秘密通缉，只有公安局的那个有他的名单。这7个人是谁呢？我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叫严家琪，大家知道，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的所长啊，严家琪。第二个叫陈一之啊，就是那个经济体制改革所的人家也号称，他也出来号称说他是赵子阳的秘书，其实人家后来人告诉他根本不是啊。第3个就是万润南啊，启东公司老板万润南。第4个就是我，和商作者苏好康。第5个就是现在在美国的民主党的主席王军涛啊。第7个是跟王军涛一起的，另外一位叫陈子明。这7个人里头呢，现在我这个错了，我说了，当中还有一个包遵信，刚才包遵信应该是在陈一之前面或者陈一之后面。那现在这7个人里头呢，包遵信已经去世了，陈一之已经去世了，刚才我说陈子明也去世了，3个去世了，是万人南也去世了。那么万人南刚刚走完去年，那么现在还有3个活着的，就是严家琪，我王军涛，我们3个还活着啊。那么严家琪他现在跟他太太高2个人，他们本来也在美国，跟我一样在马里，我们是从马里兰搬到这儿来的。跟我们在马里，他和那个高2个人住的地方离我住的马里兰住的地方开车只有7分钟哎，我们经常见面。他现在呢年纪大了嘛，因为严家琪他好像前一段给我通电话，他已经82岁了啊，他就带着他太太回到巴黎去找他儿子去了，所以他现在在巴黎。军涛们就在这儿是吧？民主党，我们也在这儿，现在就剩我们3个人还活着。我刚才讲到哪儿去了？讲福利哦，审问之类的。对，就是他派人把我救起来，就是他自己面对这个警察。当然警察找他没有用的，可是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要把他救出来啊！我要把傅立和儿子救出来。开始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啊，你说我是没心没肺也好，你说我是笨也好啊，我刚逃出来的时候，我在巴黎1年啊，我想都没有想过要弄他们娘俩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很快就可以回去了。我们当时当时出来的人都是这样认为，说共产党那样杀了人了，这个政权哪开呢？存活呢？不可能的，很快就
这个刘冰燕，大家都知道刘冰燕吧？刘冰燕当时跟我一块在陪审的，刘冰燕就说，他跟记者讲的，他说这个政权3-5个月就垮台。刘冰燕现在都死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们当时都是这么乐观的。因此，我想我也不愿意在海外啊。本来我今天是想跟大家来讲讲我的流亡生活啊什么的，是吧？出来以后的经历的，因为这些呢可能跟大家更有点那个，结果这以后再找机会吧。结果我根本就不想办他，这个福利在里头苦的呀，他就自己去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要求出国啊。那么我呢，当然后来想着，我从巴黎到了美国嘛，我在巴黎待了1年，到了美国以后，我和我们2个一块儿的，就是我和上另外一个作者叫阮志明啊，大家都应该知道嘛，是个牧师嘛啊，阮志明，他现在信基督教了以后，他是个牧师啊。我们2个到了美国以后，就去办叫做 R20 这个 form 是什么呢？就是陪读，就是你在美国来留学。你的亲人、直系亲属，就是你的太太也好，或者你的丈夫也好，可以。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啊？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俩就去办这个230表啊，好像交2万块钱是多少钱？办了以后呢，送回中国去，他就拿了这个就开始去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出国。就出入境管理局人说什么？你是出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这当时啊，还很少用这样的词。现在啊，他当时告诉我是国务院下文件，对，可能那是比最早的对你的文件。现在我听说想出来的，在国内的那种就是维权啊，或者什么的，全是这个罪名啊！就你出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不让你出国了啊。福利第一次听说是我非常生气，跟他们吵，说我的医生我怎么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说我可以把你们这个给我的罪名告诉我丈夫吗？你去告诉去啊，你就告诉他。其实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把他扣为人质啊，然后就要他来告诉苏小康，你想让福利出去，你得去跟美国说，拿什么来跟我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呢，当然我还算是比较。我办事呢，我后来想起来要办啊，我因为还有儿子嘛，是吧？结果我就找人写了，我的英文我也不会写啊，我找一个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给什么呢？给 Congress， 给国会，就说跟国会说，中国政府把我太太作为人质扣留，这是个人权问题，我希望你们出来。呼吁啊！结果这个信刚送到国会啊，外交部，美国的外交部啊，就是这个 State Department 啊，美国外交部呢有一个中国蒙古科，听说我前2年听说好像现在还叫这个名字，就中国蒙古科。这个中国蒙古科的科长给我打个电话，打到我家里啊。说虽然他讲中文讲得很好，这个人后来好像到台湾去当过什么外交官啊，我记得。他就跟我讲，他说：“虽然啊，你这件事情让我们来办好不好？”我说：“谁办都可以啊，只要能救我太太出来啊。”他说：“我们来办。”但是我说：“那你得告诉我你怎么办。”他说：“我们很简单。”因为呢，我们的总统那是老布什啊，我们的总统要跟中国做生意，他要老布什总统要我们
插手你这个事情，我们直接跟中国政府去谈，你就不要跟国会去说了。我说好，结果没有多久老布什的国务卿，这个人叫做 James Baker， 直接飞到北京，他见了谁啊？跟他见面的台就是李鹏James Baker 说，我们在美国的那个已经流亡到我们美国的 dissidents， 就是异议分子他们叫 dissidents 英文。苏小康说，他太太被你们扣押成人质。李鹏说，不可能的，哈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来过问一下。哇，他这样一说，马上公安局的人出面就找妇联，你赶快走，赶快走，就这样的。结果呢，那一次呢，有趣是什么？那一次我一共办出来6个太太，就6个异议分子的太太，6个，其中有一个太太呢，叫傅红。他是谁太太呢？他是陈奎德。陈奎德跟我一块儿在普林斯顿陈奎德是复旦大学的，就是那个现在那个王沪宁，当时跟陈奎德就是同事，复旦大学国际系的。结果呢，我把这个6个太太都办过来以后，第2年有一次我们2家一块儿出去。最后把车开翻了，造成傅立成这样的，就是这个傅红。他非要赖人。你要不说说？你自己说好吧？该让你说我主要是要说明那个车祸的事儿是他们2个人是故意知道的。为什么？你看，我给你们说这个过程就是首先是我们当时是刚来美国，刚到西方。不知道隐私应该保密，所以没这个概念。很快人都知道我们要出去，结果就是个傅红，就是陈奎德的老婆，她是小汉花救出来的。她原来我们说不像是她上海的，结果她说我来说吧。好吧，我们说清楚点你说好吧。他呢？傅立是今年是一定，他跟我说他跟燕华也说，他说我要说话，我要发言。好。可是呢，我们傅立呢真的是非常惨1992年的车祸，他大概不说有30年，差不多有25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概至少有20多年，他问都不问。我为什么成这样了？他就一天到晚喝的，天天看网、看电视剧，他也不想别事。傅立以前可不是这样一个人傅立以前是个那种，哎呀，那叫不干活他就要差不多要死掉的这样一个人一天到晚就是个八叉命我们河南话是吧？结果他这30年跟我车祸以后，他什么都不想。他不觉得自己为什么成了这样？为什么呢？他记忆中他被咔咔掐掉。他因为他头是撞在这儿前额把他这个大概是最靠近车祸，也就是1992年那。前面的5、6年甚至10年的记忆全部剥掉了，没有了。所以他就想，他是到最近这几年这5、6年吧。我们在达罗尔的时候，我从达罗尔这个搬到 DC， 然后就来了这儿我在达拉瓦我在达拉瓦，我们车祸赔到一点钱。我就因为我看他成这样了嘛，我也不能做什么事情。我就跑到达拉瓦尔去买了一栋 house。为什么跑那呢？
达尔文是一个没有地税的州，知道吧？好像也没有商业税，特别的那个消费是最低的一个州，在美国。我跑到那儿买个房子，因为也不要付什么太多地税嘛，要付地税我也买，我也住不起，是吧？跑那儿，我们在那，我带着他就与世隔绝，我在那里一个人都不认识，我跑到那儿，咱就买个房子跑到那儿，我们在那儿一住了15年，啊，就在这个15年当中，他开始慢慢醒过来。所以呢，最近这5、6年吧，他特别愤怒，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会落到他头上。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呢，有一年呢，就92年吧，93年吧，我呢，暑假里啊，有一位华裔的学者在 Wisconsin University 教历史的，这个人叫林宇生啊，咱们大陆的他已经过世了啊。他呢对我非常好，他就说小康啊，暑假了你带着傅立一块儿，来我们这玩玩呗，啊，这样呢我就打算开着车带上儿子傅立啊。开车去威斯康，从普林斯顿开到威斯康星很远，威斯康星在芝加哥那一带嘛，是吧？结果我们呢，就刚才傅立说的，我们这个事儿我们也没有埋怨，很快我们那个圈里都知道了。结果陈贵德和傅红就跑来我家说：“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吧。”我说：“好啊，那你开着你的车，跟着我的车一块儿去嘛。”可以啊，然后他说呢，哎呀，这个陈奎德呢是这样的，陈奎德呢开车时有个大问题，他闸和那个油门老踩错，所以他就在我们出门前，他已经出了3次车祸，有一次撞到人家里头去了，撞到那个墙啊撞进去了，所以呢，他这种情况下他不敢自己开车。我说你跟着我就好了。他说呢，我不是不开那么远嘛，不行。那我说怎么办？他说咱们合租一辆车。我说那不行的，因为这个汽车只能坐5个人，你们有3个人，因为他有个女儿啊，虽然那个女儿还很小，我们有个儿子，这是6个人，这没不舒服的，坐了长途。这陈贵德说什么？他说 ：“No， 现在有一种车，前面有3副保险带。这个，现在好像又没有了，那个时候有，就是前面呢是可以坐3个人的。当时他说我都找到一辆这样的车，我们去考虑一辆 Dodge， 一辆8，就是93年的新 Dodge， 他都。”研究好了的，最后我就同意了。这个，然后他们在出发前呢，他们一家人跑到我家来，那个傅立也很厉害，傅立上去，他们一进来，傅立说：“陈贵德，你不要碰方向盘啊！你不要碰方向盘。”结果傅红就是他的傅红在旁边补了一句说：“我可以开呀。”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这句话，当时，结果就是他把车开翻。就这么个故事。我这个太太呢，她因为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儿，是吧？她尤其是她这么多年没有想过这个，现在她忽然想，还有一点，这个车呢开翻了以后啊，这也是傅立不能接受的。车开翻以后啊，我们3个人坐在后面，我们3个人，我儿子啊，他，我们全部昏迷。我昏迷了7天7夜，啊，我儿子昏迷了1天，傅立昏迷了30多天。开始医生跟我讲，他就是植物人了，
哎，结果不知怎么他醒过来了啊。他们3个人一点事儿没有，站起来，这个当场就走了。就走了。我们那3个人呢是等着那个，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啊，因为我们好像是我们背后开了有个大truck 司机，当时都有那个cell phone的，一般那时候还没有cell phone的，他们有一种那种行动电话嘛，他报了警，之后来一辆 air ambulance 啊，空中急救机啊，把我们3个人救到这个巴夫罗，去那里抢救啊，把我们抢救过来。那这个结局呢，福利他不能接受。好了，我就讲这么多，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大家看怎么样？好，辛苦辛苦。听了苏老师讲，说实话真的是感慨万千。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苏老师的那个福利阿姨他们刚到普林斯顿时候的那个，这是福利阿姨她那个92年的时候刚到普林斯顿的时候，大家从照片都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阿姨，你看，可以说真的是天真烂漫，笑颜如花。真的，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当时就是。因为我读书比较少哈，但是又喜欢转文弄字，然后就有2句诗就自然从脑海中出现，真的就会有那种就是说，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曾经笑颜如花，如今年华已去，但是她依然笑颜如花。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能包含什么？30多年了，30年前一个笑颜如花的姑娘，因为一场车祸，等她醒来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满目苍白的老人。这种感受我不知道大家设身处地的如果是自己会有什么感受，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把掌声送给福利阿姨和苏老师，好不好？来，咱们可爱的小朋友把你们的鲜花来给奶奶和爷爷送上，依依我们的弯弯小朋友来，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有请那个我们来自香港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啊，郭老师来给我们，他也是听了苏老师和福利阿姨的故事以后特别感动，然后想送给福利阿姨一首歌曲，然后通过这首歌曲，我们观众也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然后我们就这本新书，然后可以跟奶奶爷爷合个影吗？你们要不要合个影？来，跟爷爷奶奶合个影吧。在那个这个诗都准备好了，站在爷爷奶奶背后。对，站在爷爷奶奶后面。这个是浩伟的女儿，这个是我女儿，这两个在后面，离爷爷奶奶近一点吧，稍微近一点吧，对，再近一点。你们离爷爷奶奶我也坐下，不是奶奶的，我也坐下啊。不是奶奶的真，太过来点。郭老师，这边。啊。好，那接下来苏老师您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一下来自这个香港的一个歌手，然后给苏阿姨唱一首歌，然后稍事休息。等一下我们请来自大陆的青年学者石浩伟来跟那个苏老师进行一个访谈。去帮忙。我是个病人。
谢谢，谢谢郭老师。非常感谢啊！这首带来的歌曲，我不知道，因为那个郭老师很少说普通话了，平时讲粤语。亲爱的你啊，唱一首特别好听的歌，送给就是代替苏老师送给这个福利阿姨，因为我们知道能看到那个没有福利阿姨，也可以说没有这么多年来，因为苏老师接下来又写了将近12本书，是吧？就是在美国的这么多年。9本书，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也特别，真的是，刚才苏老师讲到，在德拉瓦湾，然后就是离世所居，然后经过您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照料这个福利阿姨，福利阿姨也几乎就是说能跟您正常交流了。我知道您肯定付出了很多。那具体你们过了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我相信通过您这本新书，然后书中会描述了，就是苏老师这本新书是去年3月份在台湾发行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那边不能出版，然后他这个说语言血缘，然后通过这4种意象呢，就描述了苏老师这些年的生活。那接下来具体这个书中都谈了哪些故事，我们就有请这个来自大陆的中国那个青年学者石浩伟，然后来对苏老师进行一个深度的访谈。大家欢迎2位。苏老师好，我要唱两句，下午好。我第一次听说苏老师是在北京，2007年，然后我当时在北京的一个书店工作，然后就聊天的时候就听到和商这个名字的苏老师，因为那个和商这个纪录片的首发式是在我们那个书店做的，我们老板就很记忆深刻，所以我第一次就听到苏老师这个名字，然后后来我就搜了一些资料，看那个和商，发现我们老家那个地方跟和商有很多的契合点，因为我老家是一个山西、陕西、内蒙交界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既有黄河，又有长城，然后因为当地是黄土高原，经常不下雨，每个村子的山头最高处都有一个龙王庙。所以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就在黄河边上，然后我对这个就是感觉就非常的深刻。这个故事里边讲的这些传统的那种观念和这种保守的观念、民族主义这种情绪，我是可能会要理解的更深一点。但是现在想一想，就是可能中国现在的环境跟80年代那个环境，就经济环境啊，整个社会环境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80年代了，但在我们那个地方80年代才有了电，之前都没有电，然后整个地方都光秃秃的，山上去很少看到一棵树。就现在的话，植被已经很好了，然后经济也发展的挺好，但是中国就是政治这些面临的问题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一些经济的东西。所以现在看这个和声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里边这种传统跟现代这种纠扯，专制与文明这种纠扯。现在好像有了一些蓝色的文明的影子，但是好像还远远不够。就是我有点紧张啊，就是最近就是因为本来今天要讲的是要跟苏老师探讨一下，就是他写的这本书，但是苏老师临时就是想讲讲他的人生和文学，然后他更想讲一下傅丽阿姨这些事情，因为
傅里阿姨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是而且我从书里面看了，就是傅里阿姨她是很心细的一个人，又很大胆。就是苏老师当时在80年代是写这个报告文学出了名，然后后来就因为和商一炮而红，就是整个风靡香港、台湾整个华语市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傅里阿姨在之前，她已经提醒苏老师，就是你不要老写那种禁区的东西，不要往禁区走，然后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影响。然后在傅里阿姨就是一个踩刹车的人，苏老师是一个加油门的人，就是他老是在后面扯着他的衣服说你慢点，悠着点。然后，但是发生这种巨变之后，傅里阿姨反而是很大胆的去帮他去联系一些门路去逃跑，然后整个路线那些全部是他自己操控的，然后苏老师就只是负责跟着走就行了。就说他是一个非常的有担当的一个人，所以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本来这个家庭已经是非常美满了，一下子从那个灾祸里面突然逃生，然后大家都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好像生活要重新开始了。但是，一个车祸又把整个的家庭又掉入一个谷底。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苏老师在80年代写文章，然后得到了一些很高的名声，然后因为和商又得到了巨大的声望，然后到了美国之后，突然间又遭遇这个家庭的变故，一下子从那个高峰掉到谷底，然后但是好像又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就是说车祸之后，傅里阿姨慢慢的又觉醒了，然后您沉默了10几年之后，又开始参与这种社会生活，又回来了，然后您觉得这个命运在您身上是上帝想要在您身上表达什么？就跟我想起一个圣经中的故事，就是约伯记，就是说一个义人为什么要会受苦？我想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您的这些观点。你这个问题啊是很难回答啊，而且呢，在不同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个我呢，现实的这个状况是，车祸以后快40年，我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信仰问题，是为什么？你想我的好朋友袁志明啊，他成了一个基督徒。我另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苓啊，张伯苓呢当然是89学生的那个爵士副总指挥啊，他们现在都是很有名的华人基督教的牧师，他们当然也来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呢，这个我没办法回答。总之就是说，我觉得信仰问题啊，你不管你是信基督也好，你是信佛也好啊，甚至他们伊斯兰教的是吧，信阿拉也好，信仰是一瞬间的事情，你进去就进去了，你进不去就进不去。我呢，在车祸以后啊，我非常非常自责，
我认为，就是上帝惩罚我，我呢就一直问，我每天从医院，当时傅立在医院里住院我天天，医院快要关门的时候，我才回家。我那时候我们家最惨的是我这个儿子我根本就忘了这个儿子，我根本不管他了。这个他天天就自己弄2个那个热狗，然后面包吃就完了，然后他自己洗衣服什么的。这个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这个儿子了，我当时惨到那个程度。然后我天天从医院回家以后，睡觉以前，我一定要跪在那里。你说是祷告也好，你说是什么也好，然后我才能睡着，要不然我就睡不着觉的。总之就是说，这个祈祷呢，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救了我的可是呢，最终我想，由于傅立并没有被救过来，可能反而给我造成障碍。我没有信，就信仰问题吧，简单这么说。这个傅立的这个遭遇我想是一个，在我的那个对他了解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更加怎么讲，他很惨。傅立怎么惨呢？你知道？我说他有2大悲痛第一大悲痛是，我们结婚以后我这个儿子是个双胞胎，是2个，但是在分娩的时候只活了1个，就是他。我想他是弟弟，所以我给他起名叫丹他的中文名字叫苏丹，但英文就变成 Daniel 了，是吧？丹就是因为是2个，只剩下了1个。就是那个儿子，这是傅立的人生的第一大难还有一难就是车祸这个莫名其妙的，他好好的，就后来把他一下撞的有20年了，他不知道，他不问我为什么成这样，他连问的能力都没有现在他慢慢醒过来了人也开始可以他不是一个那种像泪嫂一样就哭就什么他没有。但是傅立知道，他变成一个残废人以后，我这跟大家讲，我从来没有讲过他面临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觉得他到工作场去，老是觉得被 harassment， 你懂吧？被骚扰，就说老是有人来摸他。当然人家不是那样的意思人家就觉得哎呀你好可怜我这个同情你可是他的感受就是觉得我怎么出去以后我带他，你知道，我带他去台湾去欧洲什么的，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傅立就回来而且有些人是我很好的朋友可是他的感受就是觉得他被回来就跟我讲，这个是我们想的问题。傅立呢，现在就觉得他不眼见人，这个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困境我知道他这样的脑伤病人必须 open，
必须跟社会重新接触啊，他才能帮他恢复，才能让他记忆回来。可是呢，他拒绝，就是 isolate。我这20年就跟他的 isolate 做斗争，结果我发现我失败。他是傅林阿姨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人，她不愿意到大庭广众下，是因为她不愿意让别人怜悯她。但是，她后来又在德拉瓦摔了一跤之后，我们搬到华盛顿马里人跟前，这样的话，你们的社交生活又开始了。然后，这是你是刻意想带他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吗？对，我呢，我们在达尔瓦嘛，我说嘛，我们是离群索居嘛，15年啊。这其实我的一些朋友来看我们，都跟我讲，有些还是美国人啊，都说你这样的状况对福利不好啊，你要走出 isolate。那当然了，那个我以前是没有，我不是没有意识到，我是没有能力，是吧？这个后来呢，我儿子，我这个儿子啊，刚才说了，这个也是复利啊，复利从小教育这个儿子，教育的成功啊，你知道，车祸以后，这个妈妈没有了以后，我这个儿子就完全自己啊，我也不管他，我儿子啊，这个上了大学以后，他1年就把本科读下来了，而且一读就是2个专业啊，他读了这个化学和电脑。我说你为什么读化学？他说我要当医生，你知道吧？他要学他妈妈，他从小经常跟傅立在医院里嘛，然后呢就是从读医学院到实习，最后拿到就是license， 整整10年，我这个儿子，而且我到后来才知道，我根本没有给我儿子付过1分钱学费啊。他读医学院呢，他全是自己贷款的，所以他读完以后，他第一件事情是还那个贷款啊。这个生活很苦啊。这个他从来，现在我儿子也在这里，我儿子现在是这个南加州一个泌尿科团队的首席医生，是他们的，他自己跟我说，爸，我是医疗官，他叫 Chief Medicine Officer， 领着一个大团队，很那个，但是呢，傅立啊，很心疼儿子，觉得他不该，大概是就太辛苦了，没有 no life。好像命运就跟您开了一个玩笑一样，好像给了你名声，后来又夺回去，然后给了傅立阿姨自由，然后又给她夺回去，然后给了你一对双胞胎，然后又拿去一个，好像总是有给予，但是又要不是那么彻底。就是您儿子之所以能想当个医生，可能跟母亲的这个职业和他的成长有关系。然后您是如何希望成为一个写作者？然后你第一次写东西的时候，感觉到我好像挺适合写作的，是什么时候？你那时候写的什么东西？我可能照人家跟我说法，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报社的，我爸爸呢是《红旗》杂志的编辑啊，我妈妈是《光明日报》的记者，所以我们家人家都说我是文理出身的啊。但是呢，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只有我会写文章，我姐姐我弟弟都不会。我弟弟还是一个
他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说他是研究哲学的，但他一本书都没写过啊。我有一次问我那时候我爸爸还活着呢，我问我爸，我说我的弟弟叫小黎，苏小黎，我说那小黎怎么不写本书啊？我爸爸说了一句话，说是你以为谁都可以写书啊？我呢是这样啊，我的第一篇我们写报告文学嘛，是吧？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呢是写洛阳龙门石窟的，叫做《东方佛雕》，我就写那个罗什那大佛案。我到那里呢是去采访一个这个龙门石窟的一个讲解员，这个人呢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河南人啊，他然后就把他分到了这个龙门石窟工作，他就研究这个石窟，然后我当时见他的时候呢，他发疯一样的，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啊，老婆还在农村户口啊，这个带着几个孩子啊，跟他一块儿在龙门那里住的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然后他是迷狂一样的喜欢这个石窟，然后他就做了中国石雕和希腊石雕的这种就是相同点不同点这样研究，他这最后就大成功啊！这个人，我后来不知道他下落，我呢就是去听他的故事的时候，感觉我是当时一个报社记者去采访他啊，然后我想这故事真的很美啊，我就回来写了篇报告文学，叫《东方佛雕》，投给《人民文学》杂志，马上刊登，而当年就得了全国报告文学奖，第一篇报告文学就得了奖，所以我是挺幸运的。我踏上了这条路以后，你这个文学奖一得啊，就是文学大门给你打开了，到处你只要写稿就有人给你登啊。那时候像人民文学，中国那几本大的那个文学刊物，它是多少人想去敲门都敲不开啊。我第一篇就敲开了，然后我就是你知道我后来我写那个报告文学写了几篇东西啊，大概年纪大点才知道，有几篇都很有名的啊。阴阳大裂变，专门写中国离婚问题的，在80年代这篇报告是非常有名。第二篇叫做《自由备忘录》，专门写那个犯法的事情。最后还有一篇，那是最出名的，叫做《神圣忧思录》，那是都是跟那人民文学上，那是写中小学老师的困境。这篇报告文学我写出来以后，我就去做和尚了。你知道最后刚发表，人民文学刚发表，冰心老太太亲自写了篇文章投《人民日报》，题目叫做“请大家读神圣忧思录”啊。然后这一篇呢也得了我第二篇的报告文学，就是这篇。就是说我有写不完的题材，然后呢就是没有时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搞到和尚的机会，就中央电视台来叫我拍和尚，是因为我刚才不是跟那个柴静讲了，前面那个拍黄河那个导演给拍砸了，中央电视台找到我，因为看了我一篇报告黄河的报告文学，所以我去找和尚，和尚做出来我就麻烦他，就是这样子。就是您在这个报社这个大院长大，就是您的阅读经历可以跟大家聊聊吗？就是您大概什么时候读过什么样的书，给您印象很深刻，或者是使您决定走这个文学的道路？没有，实际上呢，我就是对文字感兴趣，爱读书呢，就是因为我父亲的书架、书柜啊。我真的是
上中学的时候，我都已经几乎可以说我把世界名著都读完了。我那时候才20岁上下吧。那时候还是文革期间。文革前，然后才是文革。当然，在文革当中也是啊。我父亲因为有无数的书，还有几个大书架，里面全部的世界名著都在那里，包括《战争与和平》啊什么。其实我读《战争与和平》，我觉得不怎么好读。然后我也不觉得多少人有几个人能把《战争与和平》全部读完啊。当然了，也有一些书是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对我影响。你像那个这个叫什么？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啊，这个还有呢，我那时候有点奇怪，我忽然偏爱那个法国的左拉。左拉呢，他写了20部长篇小说，叫《卢卢马加尔家族史》啊。我父亲的书架里呢，大概有几本，其中有一本叫做饕餮是用很复杂的那个2个字，意思大概就是说，后来另外的版本翻成巴黎的肚子，就讲巴黎的吃了。哇，我看那个书是这个，然后就想找这个左拉别的小说，找不到。其实呢，直到今天，中文把左拉的20部卢卢马加尔家族好像都没有翻完。好像是啊，我不知道，但是只要翻完了我都看过，《萌芽》呀什么的，是吧？小酒店啊，我最喜欢的是小酒店。这些书呢，就是因为还有那个什么，我有一年暑假读那个《静静的顿河》呀，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多少本啊？好像也是三部曲啊。哎呦，那读的是真是，就是读小说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你迷上，你废寝忘食，所以就最后读了4眼嘛，这个眼睛读坏了。就是您在这个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丰厚的这个文学的打底学养。也不是。写作是这样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你知道啊，我小学的时候啊，我在北京读小学，我们的小学是叫做北直的小学，是北京非常好的小学，知道吧？我在读小学大概是5年级啊，就是快要毕业的时候啊，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个老太太，就北京那种老中学老师，老太太，她有一天突然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我进去以后，她坐下来，小康，我坐下来以后，她就说了一句话，小康，记住老师今天跟你说的话。我说好，你会写文章，就走吧，就这样来。我小学时候我这老师多好。他一下就把我点醒，说你会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呀，那我就知道了。就后来我发现，那后来就文革嘛，写大字报写什么，我真的是比别人会写，而且写得很快。是这样，真实的写作啊是一种天赋，就像会唱歌一样。那你嗓子就是好啊，又不光嗓子，你的乐感就是好嘛。是吧？你一唱就跟别人不一样，写出来是这样。就是我想再问一下，您在80年代那个文化热之前，您的这个思想已经有了后来那个思想，还是在那个文化热的过程中，也是有了一些新的感想，然后就是你的创作、你的思维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文化热当中是这样啊，文化热当中呢，我呢认识了，也是因为这个和商的原因啊，可能是跟这个有原因啊，我认识的刚才那个和商里讲就是那个叫金坤涛，编辑对，就是那个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他太太呢叫刘清峰啊，这两口子呢，我那时候认识他们，然后他周围呢，他们周围因为这套丛书的原因，周围有一群当时中国的中青年的这些知识分子里头比较优秀的一群人，这些人呢，很多就因为他的原因，我都跟他们认识了，啊，那么就经常在一块聊，但是没有 party 呢，就在一起聊天啊什么，就是碰撞啊什么的，这个非常重要，知道吧？你不一定要看书，当然，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好几本书，我是看了，对我影响很大。可是呢，主要是平时的这些，哎，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我那时候不写报告文学嘛，我呢就有一次我忽然发现李泽厚啊，就住在我们家对面，他当时的那个哲学所后社科院吧，我住在赵公庙，那是我父亲，他们单位给他分的房，我父亲给我住的，是吧？我父亲有个儿子，我儿子还放在我父亲那，我们俩在那儿住。哎，我去了以后，发现李泽厚就住在对面的社科院的院子。李泽厚是因为美的历程啊什么的，我早就读过嘛，是吧？他的现代思想史，哎呦，我对他佩服的呀。然后我就贸然的登门去敲他门，我说：“李先生，我想采访你。”你知道李泽厚多么那个傲慢的一个人啊！哎，他居然说好啊，就我们来这聊，哎，越聊他越想谈。他跟我聊的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给我看，我后来写篇报告去啊，李泽厚，这个他基本上聊的呢，就是说他父亲啊是一个邮局的工人，就是不叫工人，叫什么？就解放以前啊是邮局的，邮局的那个职工啊，跟那个铁路职工一样，是个铁饭碗啊，而且工资很高啊，李泽厚。但是他父亲到快解放了还是没有解放，病死了以后，李泽厚的妈妈好像也是难过呀，怎么？他就李泽厚就回了老家呀，然后从老家他考上北京大学，考上北京大学他都没有钱去读啊。李泽厚讲他这个经历，他实际上讲他年轻时候的那个，我觉得特别好。故事啊，不在意他有就是他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就写了他的一个报告，然后就跟他认识，结果8、9时候戴琴来拉我去广场劝学生，我就顺口说出了李泽厚，在我对面住，把李泽厚给拉上。这个坏人真是坑了。结果李泽厚后来到美国以后，我见到李泽厚，李泽厚说什么？说李泽厚怎么说？李泽厚是傅立放回来的时候啊，李泽厚让傅立带了个条子给我，救救我！我马上找那个美国政府，把李泽厚就让威斯康星大学也是那个研究生那里把他邀请出来，然后他出来以后就一直在美国，但是当中李泽厚好像又回去，又在国内，因为他这个名士嘛，他好这个，你说他好风流也好，好什么叫接待记者呀、采访啊，大将。但是李泽厚到后来还是回到美国，死在美国。他不想死，他不死在中国。对，他要死在一个自由的土地。就跟这些人的，你们说，跟这些人的接触，实际上对我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您一直以来都是文思泉涌，好像写东西都很快，然后好像没有这个瓶颈期一样。就是有没有一段时间，就是您一个字都不想写，写不出来？没有，我有2次啊。第一次是我逃亡，我刚才说了，我从那个坐那个大飞从苦门逃出来以后，我到巴黎呀，我很可能会到巴黎。我到巴黎，我手都发抖啊，写字，就是那个逃亡的那个恐惧，真的是。然后我不喜欢巴黎，在巴黎是人家就是天天逼我出去演讲，去跟那法国人讲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我心想，我怎么讲得清天安门怎么回事？我要讲天安门真的怎么回事，我就要骂学生，对吧？我就他们不肯撤退嘛，搞得要被杀人嘛。可是我又不想嘛，你知道吧？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哎呀，我在巴黎那个难过呀，然后不能写作。可是呢，我后来是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住下，特别是复利出来以后，我恢复了写作。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所以开始在那个我因为和商的原因，可能是到了美国以后，台湾的大报，台湾有2个大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这2张大报都有2个他们的副刊，你知道吧？这个副刊呢都是周末的副刊，副刊上一定要有人写文章，然后呢。这其中有一个大报的副刊呢，是一写就写1年的，我就叫我去写，我就给他写，每个礼拜写一篇，每个礼拜写一篇，你就不能停啊，就得写。这是一次，我恢复写作，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人约稿要你写，对你是一个鞭笞，你就写了。我第2次是就这次，就是车祸以后啊，对吧？这个我是在医院里，就刚才说了，把他送到医院以后，从巴弗罗那边回送到医院里，我在医院里陪他的时候，我是从一张小纸片上开始写起来，那些纸片现在都还留着呢，就说呢。心里难过嘛，难过呢，怎么办？我那时候，这个第一次啊，一个那个insurance人找我谈话，那个我还不会讲英文，然后那个语音室的于太太叫陈淑萍，她那时候是天天到医院里去陪我啊，看福利啊，然后她跟我一块儿。跟那个尹秀仁的谈，我跟尹秀仁就说，我没有保险，我工作也没有，结果我看人家成这个，说我就哭，但是我也不会讲英文，这个于太太给我翻译，他也哭。结果，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他叫杨泽，这个人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读完以后回台湾做这个副刊主编。他听说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写，你就可以过来。”结果我就在那写。真的写是一个把我撑过来的办法。结果，我在台湾，你知道，《离婚力竭自序》这本书，
这是我在台湾出的第一本书，它就是杨哲约我写，他那个专栏名字叫《三少四壮》，知道吧？这个名字他们台湾人起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三少四壮》啊，我就给他写了1年，最后寄成这本书，因为我没什么不知道写什么好，我就写车祸呀，车祸以后复利的情况什么的，就写了大概1个礼拜，1个月以后啊，他那个副刊的一个编辑就负责跟我联系的编辑说小康，你就写车祸了吗？我说怎么不好吗？我只能写车祸，你要说不能写车祸，那我不写。他说行，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就后来集成这样。你知道，我那时候不写啊，好多细节就丢了、忘了，就不会再有了。幸亏我写了。像这本新书里面也有一部分您的个人心灵史，一部分是这个洪大学的就是社会系历史，就是文学既然让您得到了一些那个就是什么受到了这种对人生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文学也拯救了你。对，真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出来已经37年了，期间就一次父亲病故的时候回了一次国，就是在这出来，就是您到这以后，然后以及对家庭的这种观念，然后和你亲身的一些经历，就是这70多年下来，您对家庭这个概念是怎么认识？我当然从理论上，或者从价值上，当然认为家庭是人的归宿啊，是吧？你一个人，就是中国古代就是这样的嘛。古代社会的是这个叫做士大夫啊，或者我们说文人啊。他呢是这样的，他上去，他可以到朝廷去做官啊。如果做官得罪了皇帝，或者惹翻了同僚，把他罢免了，他不怕的呀。为什么？他回到家乡啊，回到家乡那里有他的家，是吧？他可以在家办学，有的当然也不办，但是呢。大部分的儒生呢是要办学的，就是教子弟。他认为他们中国古时候的中国人认为呢，就是说他要造福于社会啊，那就是教子弟读书。这中国文人是不怕强权，不怕皇帝的，他有退路。这个退路呢，就是家啊，这个。那我呢，当然是感受是这点特别深，因为我们是流亡者呀，我们是被中国赶出来以后，到了西方以后，我这样的人呢，还有一个空间，因为我有名嘛，谁都来找我，是吧？特别是台湾找我写文章啊，邀请我去啊，什么访问啊什么的，我是就是还有社会。可以这个发挥作用的，可是我撤回以后就没有了，我只有这个家，我有个儿子，我就开始往这里头，一个是这个家呢承接了我，让我有一个归宿啊，我也反正是没什么事可做，我得在家照顾福利啊，照顾我老婆呀，对吧？还有儿子啊，但是呢。停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做过，在一次采访中，我讲了这样一个意思啊，意思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家呢，给我了一个空间，让我把自己
重新生出来一次，真的是这样。我说我原来的那个斯拉卡，狂妄的啊，这个也不管家庭的啊，整天就想出名的我在说是那个光明性非常强啊，因为这是在中国那个环境，是吧？因为你写个篇，我那个时候写一篇报告文学，那就简直是社会上那个轰动啊！哎呀，那个评论是像雪片一样的过来啊！都说我写得好，怎么样？但你就上瘾了，你就中毒了，你就想看这些玩意儿啊，然后就去搞下一篇的。这种公民性啊是很害人的。那后来我到了海外以后，我也知道我什么都没有了。当然，这个台湾，我在台湾出9本书啊，都是一个出版社哎，就印克出版，而且它台湾第一流的出版社，最好的出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这个老板喜欢我，就总编辑啊，这个人真是很，他就认定少康的书只要来做服务我就印，只要来我出了9本书。慧眼识英雄啊，慧眼识英雄。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就是，我想跟苏老师分享一个我在阅读中，就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就是他是奥地利的一个作家叫托马斯·伯恩哈德，他写的一本小说叫《历代大师》，然后他在里面就是讲的一个喜欢艺术的一个人，他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带着他的老婆去各个博物馆去看那个名画，盯着一幅画看一天，看看他好在哪，瑕疵在哪，他回来就是写评论。他天天就这么干，每天1年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博物馆度过。他觉得这个评论这些名画特别有成就。后来突然有一天，他的这个太太病故了。他突然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再去那个图书馆的时候，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好像那些画，那些历代大师好像跟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他突然间明白，就是说，能够支撑他生活的是他的伴侣，而不是那些历代大师。那些历代，等他伴侣失去了之后，他一下子陷入一个孤独，然后他再次到那个博物馆的时候，他发现历代大师好像都在嘲笑他一样。所以我突然间就明白了，就是什么样是一个爱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想就是把这个故事献给你们。谢谢。谢谢施老师，谢谢施老师。刚才有时间关系，我没有让施老师说太多，也没有过多的介绍。浩伟呢，跟我们2个也是10多年的朋友了。然后他的爱人橙子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诗人，可以说是，然后他在国内写了很多公众号，也出版过自己的小说。然后有一年他游历我们河南的时候，我请了一个我的高中同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一个书记，然后跟他一起吃饭，当场都邀请他去给大学生开讲座。他的这个知识真的是从天文到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然后我在国内时候遇到任何历史典故啊，或者说写作方面遇到问题，都要向他求教。然后他跟苏老师呢，那次一见也是一见如故，2个人相谈甚欢。这也是正是因为有浩伟，还有橙子，还有那个好朋友阿平他们在，我们就像一个小小的团队一样，我才有这个信心和勇气来做这个活动。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在思考，能促使我生发这个勇气的根源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话，我们用的中文。那你看，我们是通过我们年龄不同，我们从国内过来的这个省份地域不同，但我们可能甚至我们的追求信仰也不同，但是我们说着相同的语言，我们是相同的肤色，就像这个河商纪录片一样，是我们黄河子孙。因为我老家是那个山东河南交界处，也是那个黄泛区，所以说我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感慨。
而且我看柴静访谈中，他其实有一个环节，当时和商那个出版的时候有一个上映前的讨论，然后就是通过不通过。我记得那个苏老师当时您分享说，这个当时莫言全场好像当时只有莫言看完和商纪录片，就是感动的泪流满面，然后这个片就通过了。但是播放以后，然后当时的那个叫什么诺贝尔获得者那个杨振宁说，就是说干嘛要批判那个老祖宗的东西嘛？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片儿比喻，这个其实他这两股人的声音也代表了国内的两股思潮，就是一个是就是说你只要是老的东西传统的就完全不能批判，然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批判中让它成长，让它焕发。我觉得我是比较倾向于莫言先生的这种思潮，所以当我在你看89的时候，我是85年的，然后当时才几岁，完全看不懂。但是现在再让我反看这个，我觉得中国的现在依然这个社会面貌就是思潮纷涌，但都是暗潮汹涌。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声音在国内，其实我们是很温和的。我就说我们聊生活、聊家庭，不聊政治，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声音依然发不出来。那我接下来这个时间就交给了现场的观众，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苏老师的？包括我们也有请了一些孩子来到这边，包括我们的孩子，你看有时候几岁来的，还有10来岁来，他们一方面跟故土断离，但是一方面在这儿，就很难用完全扎根来形容这一代孩子，他们的将来何去何从？就是接下来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向苏老师提问，然后有没有现在有提问题的？来，欢迎我们毕牧师。很高兴能够见到您本人，然后这本书也是未央叫我从香港有个朋友刚刚来，然后说可以带几本，结果诚品书店最后只有一本啊，然后昨天他给我的，然后今天已经读完，还差一点。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不好意思，我坐下来。是这样的，您在这个书里边讲到一段，其实这本书最令我感动的还是您跟您夫人的那个感情啊，包括您夫人如何帮助您啊，然后逃难的那一段。那您其中讲到申请 medical care 的那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一段就是您为您夫人申请 medical care 啊，然后最后您是作为一个辅助者。对吧？帮助您的夫人，并且美国政府还能支付一点钱给。然后您最后加了一句话，对我很有感触，然后我就想发这个问题。因为您说来到了美国以后，您感觉好像是在美国实现了这种中国的那种共产主义理想啊。那根据我在美国生活的10年的感受，也的确如此啊。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却是一个越来越偏向于社会主义，甚至于有点共产主义的社会。但是你今天如果把历史放长的话，放200年来看的话，我看您这本书突然想到一点，马克思是对的，因为他当初要反对资本主义，然后他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走共产主义道路，然后今天先进的社会的确是走这条道路，但是他们不是用革命。所以我很想问您对革命是怎样看法？因为您的和商其实是对我很大的一个启蒙啊。那一年我15岁，最青春年少的时候，看完以后很有革命的冲动。而且我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您拍完和商之后，第2部是拍54，但那个内容我不知道是什么，您可以介绍一下，谢谢。我用这个。好，谢谢。这个第一个问题啊，革命是什么？我给你讲一讲余英时的观点啊，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他是批判激进主义的，这个他晚年呢，他最大的一个思想史的贡献，他就批评中国思潮里头的思想史里头激进主义，而且呢，他这篇这个批判激进主义的学术著作呢，它是一篇文章啊，正好是89年天安门学潮发生的时候，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报告。他当然是从近代什么这个
梁启超啊他们的梳理下，他认为呢，这个近代因为中国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也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中国知识分子里头着急出来了一套救国方案，导致了这个激进主义。而且他认为，就是这个激进主义从西方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列宁啊。这里的很复杂的这个过程，我不去管它了。结果这样一个思想史的作者，他在晚年，他肯定辛亥革命了，他大翻转啊！人家国内有个叫马国瑞，知道马国瑞，就是一个专门采访这些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在袁世临走前给他做了一个非常长的采访。袁世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满清王朝为什么崩溃？为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崩溃啊？就满清王朝后面为什么出现辛亥革命？他估计是批判辛亥革命的。我看到他以前的文章里头，他猛骂辛亥革命的，结果他的晚年肯定辛亥革命。他说，就是因为满清不肯改制，就不肯变革，激出了辛亥革命。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有种种那样的缺点，但是辛亥革命是对的。我们这个思想大师到晚年变成这样啊，这就是说呢，学者就是这样的，你要根据时代，根据现实当下的社会问题来做学问，而不是做史学问。因此，他对革命的解释，我认为是对的。这里呢，又产生第二个问题，就中国现在，中共产党现在这一方，中国共产党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同龄人啊，我49年生的嘛。这个政权和这个党，咱不要说49年以前，他们造的孽呀，我们是最清楚的，是吧？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不知道了，是吧？这个叫什么？大跃进时候的饿死啊，多少人？那个现在杨继绳的统计是3000万、4000万，是吧？他说就是最高可能是7000万，但是平均下来大概几个数据是3600万左右。我告诉你啊，我听到的死了有1亿人，知道吧？因为啊，像四川这些地方，四川啊，过去没有统计过，四川是李井泉的，什么是李井泉是最重的，什么是这？四川大面积饿死。我们过去，因为我从河南来的，我到河南当记者的时候，我为什么后来对这个共产党开始这个政治看出来？我当记者的时候，我发现了信阳事件。信阳事件啊，河南信阳事件死了100万人啊，一个地区就死了100万人啊！我是真是到那个底下去采访了，人吃人啊，人吃人不是一般人吃啊，它叫义子相食啊，人不可以吃自己的孩子，但是饿了怎么办？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换啊，换来吃啊，真吃啊！这个政权，我到河南，所以我非常感谢河南的。我到河南，我才看到了真正的人间是怎么回事情啊！革命呢，现在你要讲共产党现在这个样子，除了革命，中国没有任何前途。可是怎么革命？革命一定是暴力革命啊，一定会死人的。可是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没有结论啊。这里要提到一点呢，就是刘晓波。刘晓波临死之前，他的思想呢已经发展到了叫做非暴力革命啊的想法。他的想法呢，我觉得也不错。也就是说，他觉得中国
至少是49年以后死了太多的人，不能再用革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刘晓波这一点呢，受到很多的质疑。我认为他只是有一个地方值得商榷，就是他应该留下革命的这条出路，不要堵死，说中国不能革命，只有走温和变革道路，因为没有办法，温和的路走不通，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只能这么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好的，感谢苏老师。接下来还有哪位有问题吗？有问题的可以来，飞哥。好。谢谢苏老师，我觉得很有幸能参加今天您的这个节目。我其实也看的书也不多，对于政治的关注也不算多，但是平时也会去看到一些，观察一下。但是我其实跟魏一样认识已经很多年了，今天也非常感谢他主持这个节目。我来美国，我们一家人是3年。在这3年当中，我慢慢的我会更关注于生活本身。就像苏老师你刚才讲那个跟阿姨的这一段人生经历，情感上的这些，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生活本身是我最需要去面对，或者说我时时刻刻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像我跟魏一安其实是平时生活当中很好的朋友，我们2家，但是呢，平时也不会去涉及这些政治上的一些东西，因为可能也是要面对真实的这种第一代移民的生活跟困境，跟自己需要去实实在在面对的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所以我想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苏老师，您跟阿姨这么70多年走过来，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甚至于很苦难的东西，从国内一个比较非常知名的一个学者，到了美国经历这些苦难，到现在今天回望这70多年，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值得我们，你可以分享给我们第一代移民接下去所要面对的真实的生活的那一部分，可以让我们作为参考的东西。谢谢。这个真是我也说不了啊。但是我觉得呢，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走过来这个路来说呢，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说了重一点啊，就人呐，总有会面对苦难的时候。我在那个财经的采访里，我讲过一句这话啊，我说，幸福常常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事情，人生根本上是苦难，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这样认识这个问题。也这里头呢，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苦难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移民到了美国呀，从世界其他地方来了美国以后啊，你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都是苦难的一种变相啊。你要怎么面对它，可能是你最重要的问题。也许你会很 lucky， 就一直很顺，是吧？但是呢，你这一辈过得很完美的时候，你的儿女没事儿，就开始，他们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你都不知道的。因此呢，一个人呢，如果从一开始就有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力量，
我知道我会面对困难。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找一个信仰，对吧？我信基督教啊，很多人去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对不对？不一定是人生的这种生死的问题，可能是情感的问题，是吧？跟那个老婆、跟丈夫情感的，那很多我见的太多了。到了美国来，原来是中国时候夫妇两个很好的，到了美国因为种种生活的不正就开始，对吧？出问题啊，99%会出问题啊，知道吧？因此你要我说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说你把生活看得严酷一点，比看得 easy 一点更好。这是我的看法。还有刚才你那个就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说西方的这个你刚才谈的问题就是一个叫做福利的问题，实际上公平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呢，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比较嘛，就是北美三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这三国按照福利、公平这个概念、这个价值来看呢，基本上美国处在中间状态。加拿大呢是太福利了，是吧？它本来人也少，国家也负担得起，可是太福利的结果呢，就是很简单嘛，就是经济发展不了，人也比较懒，是吧？那么吃大锅饭吃大锅饭。对。墨西哥呢就是个坏资本主义，是吧？加上它有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南美洲的那种毒品黑社会这些问题，是吧？所以墨西哥就变成是一个不好的社会。但其实墨西哥，靠近美国的边缘还是都是非常好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的这个治安好。那美国呢，就是介入这两者之间，在福利问题上，就由两党，共和党、民主党去博弈，所以我很赞成两党轮流执政，就是现在呢，是因为民主党呢是把福利搞得太厉害了，再加上一个移民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处理，再加上当然民主党还有更大的问题呢，就是价值方面的，比如说是我们讲的叫做叫什么进步主义到了中学、小学、中学就开始讲进步主义，给孩子灌输内容的你可以当女的，你也可以当男的，什么去搞这套，这个是太过分了。我认为我的观念我是这样认为，这个就是民主党。另外，福利上也是这样，他养穷人嘛，这个好像是跟黑人的福利问题的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是从东岸来的嘛，我就知道，像巴尔的摩、菲拉德菲亚这些地方都是黑人当市长，那个给黑人的福利他都是就是 Congress 就一下子定下来了。拨款直接拨款，那些黑人根本就是没有家庭，这核心家庭破碎了，一个妈妈，一群孩子，好几个爸爸，根本不知道爸爸是谁，就这样的，这样的生存状态，你给他再多钱，没有用的嘛，是吧？可是美国就福利就搞成这样，那么，共和党呢？我们福利虽然我们没有入美，我们福利是典型的一个共和党主义者，他就是特别主张这个，不能搞那么多福利人就得让他干活去就是这个观点。那么共和党在这一方面呢，我认为我因为我不赞成共和党的很多其他的。特别是呢，这几年这个川普不要说他了川普之前这个共和党里头呢，
就完全是那个就是基督教的那个势力变成共和党的主要的势力，他也没办法了，是吧？民主党成了那样的，因此呢，美国的问题就是这样，就两党博弈，因为政治就是这样，博弈，轮流执政是最好做的。谢谢。谢谢苏老师。那还有其他，还有听众，哎，来，我们的小姑娘，哎呦，太好了，就有一个学生来。苏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在读高中生，然后今天来到您的读书会，听您讲了很多您的人生经历，以及和您妻子的一些往事。作为一名高中生呢，我想问一些关于写作的问题。我想说，您觉得写作是在记录人生，还是在重新理解你的人生？是记录人生，还是重新理解你的人生？对，就是像回看你的经历，还是在重新理解你的这个人生经历？如果按照你这两个选择的话，当然是第二个了。重新理解，也就是说，你已经活过的东西，你用文学去描摹它，去思考它，好，是非常非常好的呀。假如你有这个能力啊，可是大部分人不会有这个能力。如果说，比如说写日记就这样啊，是吧？很多人写日记嘛，写日记不要记流水账，那个日记不要写好了，是吧？写日记呢，就要想想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值得去想一想、思考思考啊，这样的最好。然后你慢慢这样写，你的文字也好起来。非常好的经历。当然你肯定拿英文写了，是不是？你还会拿中文写吗？我有用中文在写作。好，坚持下去，就是不要放弃。好，你就会一直。我告诉你，有个这个人大概大家不知道，就鲍勃仪啊，佩蒂鲍洛的，就原来那个洛德大使的夫人嘛，她是一个华裔的那个美国女作家啊，她告诉我的，她说了，语言是这样的啊，14岁，就你这个时间，14岁是个分界线，什么分界线？我问他，他说14岁是，还会不会讲中文的分界线，过了再打来美国，你不会讲了，虽然你在中国是会讲的。他说，但是呢，7岁上下是更关键的，那个就是7岁你来美国，你的中文肯定丢光，知道吧？带来的你就完全变成英文了，你不会有中文了。7岁，14岁呢，就是你 keep 住，到14岁又是个关键，你继续坚持，就你的中文就母语啊还会在啊，你英文可以非常好，更不要担心英文，知道吧？不要管英文，你会好，但你重要的是你的中文。假如你现在还在写中文的话，那你就要坚持下去，不要丢掉它。这是我对你的最，我自己都觉得最好的忠告。谢谢我这小姑娘，她看了很多书，然后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比较热爱写作这一块儿，这小姑娘写作水平也非常高。对，太好了，特别棒。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听众？我想说2句。好的。苏老师，他们问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您的那个思想和那个写作的，但是，整场文化沙龙我听下来，对我个人触动最大的一点就是那些不被书写的。并不是说激烈的语言，然后把它写进书里面，而是您贯彻在日常的生活中对这个家的承担，从一个社会上的一种承担，然后到把它演变到对家庭的这种承担。我看到的一个文人，他此时此刻的这种真诚。对，可能因为我是女性的原因，我是一个妈妈，同时我也是一个妻子，所以我此时会坐在傅丽阿姨的身边，然后看到那些照片和听到过我的好朋友未央娓娓道来的一些故事，我把它串联起来，对我的触动特别的大。
就是你在这种点滴里边，然后从来没有书写过，没有把它书写出来，反而我觉得它是最锋利的。谢谢。苏老师，您看橙子刚才说的这些话，你有没有一个想点评的？他就说他读出来您书中没有写出来的那一部分。对，就是您的生活是，对，这么多年30多年，没有写出来的太多了。你知道，我不就刚才我讲嘛，我讲了一个，就是我平时我不会讲的，就讲福利，觉得出去老被人欺负。你知道，他讲这是什么？他给我讲了一个。这个他以前当医生的时候啊，的一个小故事，特别逗。他说：“你知道吧？我在那个医院当医生，我们的小护士，我们天天要挤车呀，挤公共汽车，在北京啊，挤公共汽车，女孩子啊，都是经常被在汽车上被男的欺负的啊。”他说：“我们的女孩子，你知道他们什么办法？”我说：“什么办法？他们准备一把锥子。”锥子带在身上，做防护。谁要是欺负，炸他！他跟我讲，你看这种细节啊，我想今天在北京是一样的呀，一定是这样的，对吧？这个，哎呀，福利呢，真是有很多事情我今天没有讲的，我今天再补充一下，一是要讲傅立没讲的啊。傅立呢，文革当中他14岁下乡啊，下到南阳，在一个公社里头，在一个生产队里头，一个14岁，你说我问他你不害怕，你不那个就是，他说我觉得那特别好哎。我说为什么？他说农民特别好，这个知青啊，我见过无数知青啊，说农民好的知青非常非常少。哎，我们福利是一个，他说农民对我们特别好，说农民为什么？他说队长啊，就用细粮，你知道在河南是吃粗粮细，那时候是用细粮给我们擀面条吃啊。他是那个队长，然后呢，他为什么愿意在农村？哎，傅立从小就想当医生啊，他那是14、15岁啊，他就开始在农村给农民看病了。哇，是这样。哎，他不是叫医生，他不是医生，他就是个小孩嘛哈。就说他去的那个。南阳的农村是没有医生的，缺医少到这个程度。结果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跟他一块儿下乡到那里的还有一个女孩子，都是他们省委的干部的子弟啊。另外有一个女孩子是一个瘸子，知道吧？女孩是个瘸子，跟他在一个地方，小儿麻痹。结果这小儿麻痹，结果。有一次，他的生产队长他的公社大队长吧，公社书记，我们的那个给傅立弄了一个回程指标，就可以回程了，是吧？那都是要指标才行的。他那时候，他跟他一块儿去的另外3个姑娘，因为都是那个家里有军队的关系的，都参军走了，把他一个人扔在那里。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这个腿瘸的一个女孩，结果他队长给他搞了一个指标来，傅立拿到指标以后，跟队长说：“你让他先回去，就是让指标给那个瘸腿这个女孩啊。”特别善良。不对，你说不对啊！你说怎么回事？那个王变军，他是不是我们一个大队的啊？对，反正他自己是小儿麻痹，我就对。OK， 反正是你把你的指标让他，对不对？对，你知道，还有后面的不是的，就一下就过了多少年了。回头慢慢都写出来，我们慢慢读。
就写出来了，书里有，写了啊。这个王变真有个妹妹，叫王惠珍。天安门屠杀的时候，她去敲傅立的门，我逃了已经了，她跑到北京，到傅立门敲傅立门，傅立呢在里面听见了，说：“我给你开门吧，我们家那是2道门的，走廊那一道门。”他说：“不用开了。”傅立说：“你找我，你是谁啊？”他说：“我是王惠珍的，王变真的妹妹，叫王惠珍。我在38军，现在是卫生兵。”傅立说：“你来找我干嘛？”这他说的。他说：“你手里有苏小康的照片没有？”傅立说：“我没有。”他说：“我来就是想问你有没有你老公的照片。”傅立说：“我没有。”他说：“那我走了。”他走了啊。他跟我讲，就前不久跟我讲的。哎，我说这个事情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他才想起来，哎，是吧？然后我就跟傅立分析啊，他为什么一个38军的卫生员跑来跟你要苏小康的照片？我怎么想也觉得对不上。结果我后来告诉傅立，我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细节呢？就是公安部通缉我的时候啊，想印那个他秘密通缉哦，印那个通缉令上这苏小康的照片，居然是他中学的照片，就是公安部居然没有我一张。我都已经40多岁了，我都已经在大学当讲师了嘛，那时候80、90了，而且我是中央台的记者嘛，是吧？他们居然没有我的照片，弄了一个我中学的照片。那么这意思就是说，38军想通过他们的人找傅立来要我的照片。你看看啊，你把这两件事，他姐姐是傅立让了回程指标回程的一个瘸子，他妹妹在多少年以后跑来跟傅立要苏小康的照片。听起来有一点恩将仇报的感觉，这种。不是，你不知道，这个我要讲中国的红二代啊，中国的这个官，尤其是军队的子弟是这样的。是。那感谢苏老师，通过刚才苏老师和对这个讲述的福利阿姨的这个细节，也能看出来，从14岁的时候，福利阿姨都是一个特别就是品德高洁的人。从大家都说从少时看老，然后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福利老师的这个面容，虽然他站不起来，但是我们能看到，你看他的特别饱满，气色是很红润，这说明他从内心里就是由内而外的是一个特别圣洁的人。然后不单是因为苏老师照顾得好，而是我相信他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单纯，也是非常善良的人。那你看，历经了2位老人，历经了这么多磨难，然后携手走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你们2位都是已经是活着的历史的化石。所以说，我们也从2位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那个80年代的这个历史，然后以及你们现在的生活。那不知不觉呀，时间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今天的这个活动，它不仅是一场分享，也是一次被允许进入这个记忆的现场。它有些故事，它不是说过去了就算了的故事，它们是关乎选择，关乎代价，它也关乎一个人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负责。今天下午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选择了倾听，然后这本身其实就是一场公共活动。因为很多人说华人在海外，华人不关心那个社区生活，不关心政治。其实再不关心政治，我们刚才的每一句话，我们在国内说，哎，这句话不可以说。其实这个话潜台词就是这是涉及到政治，不可以说。这就反映了你的政治的尺度是特别低的。虽然我们在国内不谈政治，但是我们每一步都踩在政治的这个步伐上。在美国我们可以自由的谈了，但是我发现有很多华人他不关心这个政治。
但是最近也收到一些朋友的反馈，就是因为对这个，尤其是最近这个总统的一些这个行为吧，又收复格陵兰岛啊什么，大家又对美国有一点失望。然后就说，他有时候中国它虽然是独裁专制，但是它好歹稳定，然后就是至少表面上的稳定哈。有些人又说美国很乱，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说根本原因，我为什么想发起这一场活动，就是想通过这个中文，通过舒老师的故事的那个讲述，我们把我们这些华人，然后能小小的通过一场文艺活动链接起来。大家通过这样的活动，如果这种活动大家的反馈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邀请不同的学者来给我们的孩子，包括给我们上一场思想的实验。那这个活动非常感谢远道而来的各位，今天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嘉宾苏小康老师，还有然后也感谢我们现在今晚揭晓一个神秘嘉宾邓海燕老师，我们的油管博主二爷故事的这个博主，然后百万粉丝大这个他也是住的比较远，专门远道跑过来，然后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儿。对，还有一个我的那个来自生命泉的那个毕牧师也是非常关心我们这场活动，然后还带来了我们那个 Tim 老师。Tim 老师还能听懂中文吗？Can you understand me? Yeah. 这 Tim 老师他曾经在清华大学留学，然后我一给他讲你们的故事以后，也是比较感兴趣，然后也是从很远地方Azusa那边过来。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OK， 那今天活动就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简单收拾一下。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罗兰港图书馆，谢谢，再见。